大家好，我是吴海波。眼看年关将近，家家都在备年货，那些包装喜庆的综合坚果礼盒，想必很多人都往购物车里放了，觉得既有面子，又比糖果健康。但作为一个在食品营养领域深耕近20年的研究者，我每年看到大家成箱的买这些礼盒，心里都很不是滋味。我必须坦诚地告诉大家，很多这类产品其实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商业陷阱。你以为是在为健康投资，实际上可能是在替商家消化成本最低的原料，甚至可能无意中摄入过多不健康的油脂，给身体带来负担。今天我就想替大家揭开这层华丽的包装，说说为什么真正注重健康的人往往对这类礼盒敬而远之。如果你不想在这个春节花冤枉钱，还想吃得真正安心，那接下来的内容请你耐心听好。在开始之前，如果您觉得我说的没错，为晚年生活留一份从容保障，请大家关注岁月安心站频道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互相提醒，一起守住我们的血汗钱。好了，下面我们开始进入正题。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，也是大家最直观的感受，价格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市面上那些大牌子广告打得响的综合坚果，价格是越来越离谱了。随便一个罐子，动不动就要200-300，要是礼盒装500-600甚至上千的都常见。你心里可能会想，贵肯定有贵的道理，坚果嘛，营养好，贵点正常。但这里头藏着一个大多数消费者都不知道的秘密，在坚果这个大家族里，其实跟咱们社会一样，也分贵族和平民。什么是贵族坚果？像夏威夷果、核桃、松子这些就是，尤其是夏威夷豆，那成本真是高得吓人，它种植要求高，咱们国内很多还得依赖进口，关税、运输费层层加码，在原料市场1公斤生的夏威夷果仁，那价格简直是天价。那平民坚果呢？最典型的就是杏仁果、腰果，还有花生，这些产量大，种植相对容易，成本自然就低了不少。好了，关键的地方来了，商家的算盘打得比咱们精多了。你想想，如果他整罐都给你装夏威夷果，那定价得高到天上去，没几个人舍得买。可如果全罐都是杏仁、腰果，又卖不起价钱，大家会觉得这不就是普通零食吗？凭啥卖那么贵？于是乎，综合坚果这个绝妙的商业点子就诞生了。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一个罐子里放入大量的便宜的平民坚果，然后呢，再象征性的撒上几颗贵族坚果作为点缀。注意我的用词啊，是点缀，意思就是让你看得见，但绝对吃不过瘾。你不信？现在家里有综合坚果礼盒的朋友，可以去翻过来看看罐子背面的配料表。按照咱们的食品法规，配料表的顺序必须是从多到少排列的。你去看，我敢说市面上90%以上的综合坚果，排在第1、第2位的绝对是杏仁果和腰果，而那个最金贵的夏威夷果，它的名字往往可怜巴巴的排在很后面，经常跟食盐、白砂糖这些调味料挤在一起。这就像啥呢？就好比你去饭店点了一碗龙虾海鲜粥，老板收了你是顶配的价钱，结果端上来一看，满碗都是便宜的鱼丸、蛤蜊和米粒，你要拿筷子仔细捞，才能在角落找到一小块只有小指甲盖那么大的龙虾肉。这种感觉是不是挺上当的？这就是商业上劣币驱逐良币，在食品界最生动的上演。商家在定价的时候，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他们就是用那几颗高价的夏威夷果、核桃当诱饵当价格锚点，让你一眼看过去就产生一种错觉，哇，这里面有夏威夷果，还有核桃，这东西肯定高级，卖500块也值。但实际上，你花大价钱买回来的那一罐重量里，超过70%可能都是成本低廉的杏仁和腰果。
这感觉就像有人把黄金粉末和沙子混在一起，然后告诉你这是金沙，还给你打个折，你觉得捡了便宜，实际上人家赚得盆满钵满。这几年还有一种卖法特别火，就是每日坚果，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包装，号称方便携带，控制分量，防潮保鲜，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贴心，特别科学？说实话，这不过是套娃战术的升级版。你撕开那一小包看看，里面的配置逃不出那个套路，4、5颗硕大的杏仁果，配上几颗碎碎的腰果，运气好的话能见到1、2瓣核桃。至于夏威夷果，那得看缘分，有时候半颗都算你中奖。这种独立分装一点没解决贵族坚果含量少的问题，反而因为增加了塑料小包装和精美外盒的成本，把每一克坚果的单价拉得更高了。你付的钱相当一部分是在为这些华丽的包装买单。所以咱们揭开的第一个真相就是，从纯粹的经济账来算，买那些配比不透明的市售综合坚果，很大程度上就像参与了一场针对消费者的价格游戏。你很难成为赢家，如果只是多花点钱，买了个心里不痛快，那倒也罢了。过年嘛，图个喜庆，有时候懒得计较。但作为岁月安心站的主理人，我最想提醒大家，也是最让我担心的，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——营养陷阱。这才是真正可能悄悄伤害我们和家人身体健康的部分。咱们都知道吃坚果好，主要是看好它里面的优质脂肪。但是朋友们，脂肪和脂肪是不一样的，这里面学问可大了。在营养学里，我们非常看重脂肪酸的构成比例，特别是欧米伽6和欧米伽3这2种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。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身体里的2股力量。欧米伽6像是个点火器，它是必需脂肪酸，能启动身体的免疫和发炎反应。这在对抗外来伤害，比如受伤感染时是好事，但如果它太多了，就会让身体长期处于一种低度发炎的状态，等于身体里到处都有小火苗在烧。而欧米伽3呢，它就是个消防员，专门负责抗发炎、平息火势，对保护咱们的心血管特别有好处。最理想的状态，咱们从饮食里吃进去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3比例应该在1:1到4:1之间。可现实是，因为咱们现在外食多，用的炒菜油，像大豆油、玉米油、葵花籽油，都是欧米伽6含量极高的油，导致很多人身体里这个比例严重失衡，动不动就达到10几比1，甚至20比1。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很多人身体里头火势已经有点大了，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。这时候，你以为你抓一把综合坚果吃是在灭火养生，那咱们可得好好算算这笔账了。让我们看看坚果礼盒里的主力杏仁和腰果的脂肪真相。杏仁的欧米伽6含量很高，而欧米伽3却极少，两者的比例可能高达2000比1，几乎全是火，没有消防员。腰果同样也是欧米伽6的大户。要知道，我们日常饮食本就容易摄入过多的欧米伽6，让身体处于炎上状态。过年期间聚餐多，大鱼大肉本就加重负担，如果这时再吃进一把以杏仁、腰果为主的坚果，无异于在身体的小火苗上又浇了一勺油。这哪里是养生，简直是助燃。反过来，咱们看看被商家当点缀用的那几颗贵族坚果，比如核桃，它可是坚果界公认的抗炎明星，它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3比例就非常棒，大约在4:1左右，是真正能帮你消防的好东西。夏威夷果呢，虽然欧米伽3不算特别突出，但它富含的是更稳定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也是对心血管有益的好油。可是，正如咱们刚才揭开的秘密，在综合坚果里，这些真正的好东西含量少得可怜。所以，当你以为在吃坚果补充营养时，
实际上你摄入的绝大部分是可能触发炎的 Omega-6 脂肪酸，而那些能帮你抗炎、保护心脏的 Omega-3 和好油却几乎没有。这个健康账是不是完全算反了？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一种情况，就是现在很多注重身材管理或者在尝试生酮饮食、低碳饮食的朋友，这里面有个大坑，恰恰就藏在综合坚果里，那就是腰果。腰果这东西，严格来说，它都不算典型的坚果，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在坚果界是出了名的高，每100克腰果里淀粉和糖的总量能达到接近30克，这个数字在坚果家族里是非常惊人的。我见过不少认真执行生酮饮食的朋友，吃饭时米饭、面条一口不碰，算得清清楚楚，结果晚上看电视、聊天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就磕掉了半罐综合坚果，里面大量的腰果下肚，血糖不知不觉就升上去了。辛辛苦苦维持的酮态可能一下子就退出来了，所以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看，综合坚果因为商家首要考虑的是成本，导致各种坚果的配比完全失衡，这让它宣称的健康价值大打折扣，甚至可能跟你追求健康的目标背道而驰，产生反效果。除了价格和油脂，我们还要看清那些常被混入坚果礼盒的配角，比如南瓜籽、葵花籽以及各种果干、豆类。这些种子类食材本身虽有一定营养，但成本远低于真正的坚果。如果商品名实相符，那无可厚非，但若以坚果的价格买到一罐以瓜子、果干为主的混合包，就不太划算了。尤其值得留意的是果干，商家常以丰富口感为由，加入大量葡萄干、蔓越莓干，主要原因有二：一是果干成本更低，二是糖分和水分能增加产品重量。更需要注意的是，许多果干在加工中会添加额外的糖和油，以保持口感，且其水分与干燥坚果的储存条件相冲突，混装后容易导致坚果受潮变味，反而加速了坚果的变质。因此，购买时请仔细看配料表，别为低价原料支付了坚果的价钱，更别让健康的选择变成口感和品质的双重妥协。这就引出了下一个关键问题：加工方式和调味。大家记住一个原则，真正品质高、足够新鲜的坚果，是敢于用原味来示人的。因为好的坚果自带天然的甘甜和油脂香气，像夏威夷果有奶香，核桃有独特的醇厚感。但你在超市货架上看到的那些礼盒，很多都是什么蜜汁、琥珀、盐橘口味。为什么商家这么喜欢做调味坚果？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迎合大众喜欢有味道零食的习惯，但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掩盖和修饰。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，最大的天敌就是氧化变质，一旦储存条件不好，或者存放时间过长，就容易产生我们俗称的哈喇味，也就是油脂氧化的味道。如果卖原味，你一吃就能吃出来，但是如果给它裹上一层厚厚的糖浆，或者撒上重重的盐、香料，那股不新鲜的味道就被掩盖住了，你很难分辨。而且糖、调味粉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对商家极有利的特点，便宜还能压秤。你买的1斤蜂蜜核桃里，可能有1两多重是那层蜂蜜糖衣。你以为在吃坚果补脑补营养，实际上你可能吃下去更多的是糖、多余的盐，以及用来保持酥脆可能存在的油炸带来的劣质油。而坚果本身可能已经不那么新鲜了，这对于家里有高血压、高血糖问题的长辈来说，这种综合坚果礼盒真的需要格外警惕。听到这儿，可能有朋友要说了，吴老师，照你这么一说，这综合坚果简直一无是处了，那我们过年到底还吃不吃坚果了？当然要吃，坚果绝对是天然的健康食材宝库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我不希望岁月安心站今天的内容只给大家带来了焦虑和恐慌，我的初衷是给大家带来能立刻用上的真正靠谱的行动方案。如果你想过年吃得健康，吃得明白，吃得实惠，那么下面我给你的这3条建议，请你一定要记好。第一条建议很简单，换个地方买，暂时忘掉便利店和超市里那些金光闪闪的礼盒区。请你打开手机地图软件，搜索一下你家附近有没有烘焙原料店或者食品原料批发市场。这些地方是面包房、甜品店老板们去进货的地方。走进去你会发现，那里简直是坚果爱好者的天堂。所有的坚果都是分门别类，装在透明的大塑料袋或者大箱子里卖的，生的核桃仁、生的夏威夷果仁、生的巴旦木、生的腰果。价格呢？我敢跟你打包票，同等品质下，价格通常只有超市那些品牌包装产品的4折到6折。没错，差距就是这么大，因为这里没有昂贵的广告费，没有过度精美的铁罐纸盒，没有层层经销商的加价，只有实实在在的食材本身。第2条建议至关重要，只买单一品种。到了烘焙原料店，或者你在网上找信誉好的干货专卖店，请你告别那种大杂烩思维，直接购买单一品种的坚果。我最推荐大家优先购买生的核桃仁和生的夏威夷果仁。核桃是补充欧米伽3的冠军，夏威夷果则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优质来源。这2样的油脂构成对心脏尤其友好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腰果或者巴旦木那独特的口感也没问题，单独买1袋腰果，单独买1袋巴旦木。买回家之后，你自己就是营养师，你想吃得更健康，就抓2把核桃，配1小把夏威夷果，再加几颗腰果当点缀。如果你今天运动量大，想多吃点，不妨按自己的喜好来搭配，这样你能够自由调整各种坚果的比例，把钱和营养用在最需要的地方，而不是被市场上已有的配方所局限。第3个建议是关于处理方式，不妨自己动手进行低温烘烤。很多人可能不了解，市面上很多香脆的坚果，尤其是口感特别酥的，有些是通过高温油炸制作的。因为这种方式效率较高，香味更明显，也相对节省成本，但高温会严重破坏坚果中娇贵的不饱和脂肪酸，甚至可能产生有害物质。我们自己买回家的生坚果最健康、最能保留营养的吃法是，用你家的烤箱或者空气炸锅，设定在100度到120度的低温，把坚果皮铺开，慢慢烘烤40分钟到1个小时。这个过程需要点耐心，但这样烤出来的坚果是从内而外熟透的，香气是自然的、内敛的，油脂没有被破坏，营养价值保留得最完整。如果你实在觉得麻烦，现在很多原料店或网店也提供低温烘焙好的单一品种坚果，价格比生的稍贵一点，但比起综合礼盒，依然是又划算又健康的选择。当然啦，凡事都有例外，如果今年过年你买坚果纯粹是为了送礼应酬，对方就认那个喜庆的红盒子，觉得拎着有面子，或者你自己就是好那一口甜甜咸咸的混合味道，吃个开心，不在乎多花点钱，那你去买综合坚果礼盒也完全没问题。咱们岁月安心站从来不是要剥夺大家享受美食的快乐，但至少在听完今天这些话之后，你在掏钱的时候心里是亮堂的，你知道你买的是什么，钱花在了哪里，这就是明白消费，而不是糊里糊涂的被收了智商税。最后，我想和岁月安心站的家人多说几句心里话。如今的食品工业有时已偏离了提供营养的初心，更像一场如何卖得更贵的智力游戏。综合坚果礼盒就是个典型，它利用我们对健康的渴望和信息的不足，
将低成本原料重新包装，卖出了高价钱。在这个时代，最重要的能力之一，就是拨开营销的迷雾，看清食物的本质。其实，真正的健康不需要昂贵或华丽，一把原味核桃，一杯白水，一顿均衡的饭菜，它们朴素的滋养，往往胜过那些成分复杂、包装精美的礼品。希望这个春节，大家能把钱花得明白，把健康吃得实在，让你吃下的每一颗坚果都成为身体的助力，而非负担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请一定分享给身边亲友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，跟着海波老师学会真挑坚果，让我们把健康和选择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。我是吴海波，感谢你的聆听，祝大家过一个既热闹喜庆又聪明健康的新年。